好吃，很漂亮哎。招牌锅贴，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做出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味道。Hello， 欢迎来到野菜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的是招牌锅贴。谁家的招牌？讲到锅贴，大家会立马想到的那一家。今天就是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做出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味道，就是你家巷口的那一家。那另外呢，还是跟大家插播一下，就是我们已经开通频道会员啦，那也有制作精美的电子档食谱，你只要在 YouTube 的页面按下加入的按钮，成为我们的支持者，我们就会在发布料理影片之后呢，寄送最新一期的食谱给你们哦。那记得已经成为支持者的朋友，也不要忘记到我们频道页面的会员资格中去点击连结，填写你的收件资料。那我们就开始料理喽。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油豆腐、豆包、茄子、鲜香菇、老姜、高丽菜、水饺皮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油豆腐跟豆包撕成小块状。香菇、茄子跟高丽菜把它切成小块状。高丽菜切好之后啊，我们就加入盐巴，让它抓腌一下，抓腌个20分钟。就是把它搅拌均匀之后，就可以放着让它出水。为什么高丽菜要让它出水啊？等一下在那个锅贴里面的水分不会那么多，然后也去除它高丽菜的一个生味。再来呢，老姜切末。料都备好之后啊，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倒入一点植物油。我们先把豆包跟油豆腐把它煸到金黄色。我们把老姜、茄子跟香菇一样把它倒进来，煸到金黄。我们就加入调味料，加入酱油、五香粉、胡椒粉、花椒粉，然后糖跟一点香油，稍微翻炒均匀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加入一点水。目的是什么啊？加水？就是让它的那个酱汁释放出来之后，让它回吸进去所有的食材，会更快的入味。然后就开大火把它炒到烧干。我们就把它取出来，倒到一个大碗里面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就把腌好的高丽菜，把它水分挤干，也一起拌进去馅料里面。青菜这样出完水之后，真的剩一点点哦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已经把高丽菜跟刚炒好的馅料啊，都已经混均匀了。混均匀之后呢，我们就加入玉米粉跟水，让它增添一点粘稠度。等一下比较好包。对，等一下就一样把它搅拌均匀，我们的馅料就完成了。好香哦，味道出来了。馅料啊都调好之后，我们就准备水饺皮，然后把它稍微拉成长方形的样子，就左右这样拉就可以了。就把馅料包进去，然后记得周围要抹一点水。我的习惯是先放料再抹水，就是看大家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。对折之后呢，在两边这样收饺，就是锅贴的形状。有的人是就是它会留两边的洞，但我的习惯是把它封起来，我觉得那鲜甜味会保留的更多。就
就是依照你自己的口味去调整。煎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调面粉水，面粉水的比例大概就是1匙的面粉，低筋面粉就可以了。然后加入200cc 的水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只要腌过大概1/3，锅贴的1/3就可以了，因为它不是冷冻的，水不用那么多。那我今天是冷冻的怎么办？冷冻的至少要盖到1/2。1/2，所以就依比例去调整。没错，依比例。依比例。搅拌到无颗粒状。无颗粒。无颗粒。维大利。意大利。都弄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开煎啦。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倒入一点植物油，锅贴依序排好，煎到底部有点微黄之后呢，我们再倒面粉水，先开小火就好。算了，不准。哦，底部微黄了。搅拌均匀下，面粉水加下去之后，我们就盖锅盖，然后火转到中火，让它这样滚。哦，现在看到这种差不多水已经快干了，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们就开盖，再让它把那些面粉水都烧干，让它底部变一个像冰花的脆脆的，最好吃的地方。这时候火要转小吗？不用，但你的锅子呢，可以去看，这边哪边还没有烧干，你锅子可以稍微移动一下，让它更均匀的受热。现在我已经关火了，因为已经煎到可以这样了。底下已经酥了，然后整个是完全可以在锅子里面移动的状态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准备一个盘子，适合你的这个锅子大小的盘子。盖下去之后呢，直接翻面，就会是一个最漂亮的冰花的样子。这要小心哦，这步骤。哇，这颜色也太美了吧！上菜喽！开动！开动！然后这边有调了一个酱料，就是用我们的焦香油辣子，然后加一点点日式酱油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水饺啊那种锅贴万用酱煎饺的蘸料，很漂亮哎，超美。味道很刚好。油豆腐、豆包跟茄子合在一起，真的很像猪脚肉。我觉得高丽菜还可以再多。高丽菜再多一点。我们最前面的食谱的比例一定都是先调到我们自己觉得最好的，大家可以再去增减。我要来沾我们的酱了，好香哦！这秋蛋辣真的很夸张。哇！它真的是把味道提出来，但不讲原本的味道的一个酱料哎。因为我们其实也收到非常多人反馈，甚至还有人加到白酱意大利面里面，就是他不管加什么，他都不会强调原本的风味，反而他要让原本的食物拉了一个层次出来。而且它真的没有加味精，完全是用中药材的鲜甜把它拉出来，好好吃。今天这个锅贴超成功，大家晚上试做看看。吃到生气。那很好吃哎。自己做出来，然后自己在那边一直说好好吃。然后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